刷墙作为性价比最高的改造项目之一，它工时短，效果好，花小钱办大事，新手也能做。这期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想要自己刷墙到底需要买什么呢？以及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呀！谢谢老板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购物。如果你只是想翻新一下自己的家里，以后也不打算出去接活的话，那咱们的原则还是能省就省，非必要咱就不买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购物清单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那当然就是油漆啦。买油漆的时候呢，首先你要自己测算面积，面积就等于长乘以高嘛。如果你有很大的窗子，你可以把窗子的这个面积减去。如果窗子比较小，那不减也没关系。如果多余的油漆可以用作日后的修修补补呀什么的。当你有了大致的面积之后呢，就要算需要多少油漆了。像这种最常见的罐子啊，它一罐子是1加仑的，约等于3.72升。这一罐子可以刷大概400 square feet。如果你的旧墙底色是比较深的，那你可能需要刷3遍；如果是比较浅的，那可能刷2遍就够了。所以也不要忘记把你算出来的面积乘以2或者乘以3。现在很多的油漆呢都是底漆加油漆一体的，所以你买那种一体的不要分开买了，不然的话你还要刷一遍底漆，再刷一遍油漆。清单上的第二个东西呢，就是油漆盘以及油漆盘里边的 liner 或者叫内胆。内胆不妨多备上3、4个，因为它比较方便。第三要讲的呢，就是这个手持油漆桶和它的内胆。这个油漆桶呢，一定要买绑带儿的，这样你卡在手上，长时间拿着也不容易抽筋。千万不要随便用一个什么可乐瓶子之类的啊，它装不住那个漆，到时候洒你一身。第四呢，就是这个大主角刷子。然后我们家这个刷子呢是3寸宽的，对于它来说3寸宽非常的合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有点太大了。所以如果手小的女生的话，你也可以去买这种2.5寸的。然后另外这种斜边的刷子，它也非常方便你拿去切边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刷子一定要买好的，因为它可以直接影响到你刷出来的效果。然后第5呢，就是这个滚轴和滚筒。滚轴的话就买轻的就行了，滚筒的话它是分长毛和短毛的，毛越短的话，它刷出来的效果越光滑，然后毛越长，它刷出来就更有纹理感。然后我们这个滚筒是10毫米的毛长，然后也是比较常用的一款。同理，滚筒也一定要买质量好的，买好牌子的，千万不要去就是1元店随便买一个，它容易掉毛，刷出来效果也不好。下一位美纹胶。说实话啊，这个蓝色、绿色真的都可以，你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，哪个再打折买哪个。美纹胶可以多买一点，因为还挺费的。下面一个物品呢，就是帆布大罩单儿。这个罩单还挺厚的，就算油漆滴上去了呢，也不容易渗到下面，滴到你的地板上。千万别随便拿一个旧床单啊什么的，那个有可能会渗下去，而且它容易打滑。再下面一个呢，就是那种牛皮纸。你可以把这个牛皮纸贴着墙根儿贴一排，这样你在刷的过程中滴下来的漆不会滴到你的地板上。下面一个东西呢是洗刷子的，我们买的这个呢是2用的，带齿的这个呢可以洗刷子，弧形的呢可以用来洗滚筒。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小把酱铲、泥酱铲小铲子，这个小铲子是拿来补钉子眼、补墙用的。补墙当然别忘了腻子，我们家买的就是那个小罐的粉色就行了。一定买小罐就够了，千万别买大罐，因为你用都用不完，它会干掉。如果是小的钉子眼的话，直接用腻子抹就行了。但如果是大的那种大洞的话，你可能就需要玻璃胶纤维来辅助补墙。下一位就是这个砂纸盘和它对应的砂纸，然后它俩呢是拿来通体打磨墙体用的。另外还有那种砂纸小海绵，是在你补完墙之后小范围打磨墙体用的。最后就是这一位延长杆儿，我们这个杆子呢是4到8尺的，然后它这一头你可以接打磨盘以及这个滚筒，然后我们家12尺的墙拿这个刷也都绰绰有余了，所以杆子买一个就行了。东西都在这儿了啊，这个就是完整的购物清单。单子挺长的，但是别气馁，你要不停的给自己洗脑说我只需要花这几百块钱，我的旧房子就变成新家了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工具用完了，转手就能在小红书上卖2手。
多划算呀！现在工具都买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就进入刷墙的前期准备工作。这个时间呢，你至少要给自己预留1到2天。第一步就是把物品都搬走，像是挂钩、窗帘啊，能拆的尽量都拆掉。第二步，拔钉子、补钉子眼儿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都是需要等腻子干了之后再局部打磨一遍。第三步呢，就是用那个砂纸盘对墙体进行整体的打磨。第四步就是用美纹胶带将窗框、门框以及那些未拆的开关插座给贴起来，然后像是地角也用牛皮纸给贴起来，防止后期的油漆粘上去。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下面一步就是真的要刷墙了。刷墙的办法有很多种，我们选择的呢是先切边，然后再整体的刷。办法就是拿着这个刷子，把接近天花板的地方呀和接近墙根儿的墙角的地方呀先刷出来，然后再拿滚筒沾饱了油漆，然后开始一条一条的刷。一般情况下呢，你沾一次大概能刷个1米到1.5米的宽度。然后，当你把整面一面墙都刷完了之后呢，可以用潮湿的滚子不沾油漆，再给它滚一遍，这样就能让它那些棱棱都消失掉，更加均匀。然后一般刷了1遍之后呢，大概4到6个小时，你就可以刷第2遍了。当然具体的要看你油漆桶上的说明啊。所以嘞，刷漆的当天你可能还要早起一点。说了这么久呢，大家千万别走开，因为最后一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清洗你的刷子和滚筒。就算你第2天还要刷墙的话，也千万不要偷这个懒儿，一定要把它们洗干净、晾干了，这样是最大限度的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。其实这一把刷子并不便宜啊，如果你爱护的得当的话，它是能用很久很久的。像我们这个就没有特别好的保管它，然后现在已经张牙舞爪了，很多粘连在一起就很浪费了，可惜了。最后的最后啊，拍这些攻略的初衷呢，不是为了教授大家专业的知识，我们也远没有这些资质，只是想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。在自己装修的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吃过一些亏，也踩过一些雷，希望借助这些视频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。那么这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